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0.70，收盘价是188.8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9.32，最低价是在180.11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1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6 倍，量缩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快线呢上穿了零轴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那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呢，我们说目前多头的气势是非常强盛的。那后续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上涨。我们也会看到，在当日出现实体长绿 K 线的时候出现了量缩，那这有可能是吸售，那这也预示着股价也有可能在后续会出现补量的上涨。当然我们也要警惕连续多个交易日的上涨呢，那股价也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它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83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73附近。实际在5月22日收盘价是在188.87，出现了大幅的上涨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也站上了我们给出的这个185的观察位。185呢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过，作为本周的观察线，它是自3月31日到4月27日下跌以来，如果我们把这个K 线合并之后，它的实体部分的中线是在185附近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上涨，对，那么它的50%成本线将是一个压力位。那这样一来呢，我们说目前股价站上了185呢，突破了这个50%的这样一个比较强的压力，那也预示着股价后续会继续上行。因此呢，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5月2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2，我们已经介绍过，它只是一个目前的阻力位。那么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它真正的目标是上方的207和217。所以第一个目标是192阻力位，然后第二个目标是207。当然继续向上，第三个目标就是217。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站上217呢，将会恢复自
1月6日以来上涨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回档。好，当然我们说上方的这几个目标啊，也都是强压力，也就是说遇到这些目标如果不能够站上它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如果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4，跌破164，就是要瓦解自4月27日以来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如果164被跌破，第二个目标就是152，跌破152的目标呢，就是要恢复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目前我们会看到，在5月22日出现的一个高点，我们会看这是前高。那如果我们把这3个点连上之后呢，我们也会看到现在一个平行的通道，下行通道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在5月23日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走势，就是说股价如果能够继续上行，突破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趋势呢，那我们说股价是有希望继续向上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。那么在5月23日，我们给出盘中的观察位。那我们把这条红线删除，这是前一日，再前一个交易日的最低，我们把它删除。好，对于5月23日，我们的观察位要看185，我们把185变成，或者我们保留这个颜色，还作为本周的观察线啊。我们等待只有股价连续2个交易日站上185呢，我们说才能够站稳。所以对于5月23日，我们依然关注185，就是这个下跌走势的50%的成本线，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观察位就是上方的192，我们要看看它是否能突破192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2个观察位。再补充说明一下，185我们观察它的目的是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不跌破185呢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遇支撑继续向上，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再向上。那一旦跌破了185呢，那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就是说出现更深度的回档去测试均线。192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看看能不能突破它，因为突破它就会股价会继续向上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2个多头的仓位，我们依次来描述一下。第一个仓位，我们是在5月17日的收盘建仓5%，然后在5月19日的收盘180附近有10%的加仓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，对于5月22日是在174，也就是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那在5月22日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仓位目前是获利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到了5月22日收盘价在188.87，也就是189附近这个位置，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是可以继续加仓的。由于它连续出现上涨呢，
所以我们在189附近，如果加仓是5%的加仓，对，好，那么5%加仓，那对于5月23日，我们说的加仓是在5月22日的收盘盘后，或者是5月23日的盘前加仓5%。那到了5月23日盘中，对于这样一个多头的操作，那我们给出一个获利的目标，就是193，对，是在这个位置。这是第一个多头。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呢，还要给出一个止损位。那由于我们继续加仓，所以说这个仓位还没有获利，或者叫是对，还没有获利。那么我们还要给出一个止损位。那对于这个3次加仓之后的止损位，我们给出的是181，在这个位置。181呀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同时181又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或者说是这个实体的下沿重合。那对于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，止损位是在181，那获利的目标位是在193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多头操作，是在5月17日如果没有进场，那么股价到了5月19日进场的。在5月18日当期视频我们是没有给出进场的操作建议的，因为出现了一个量缩。对，所以在5月19日会有一个第一次进场，收盘价是在180附近，5%进场，然后是强反弹或者我们叫做多。对，那他当时的目标就是185。那到了5月22日，如果在185呢没有获利出场，目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5月22日收盘的时候，在189附近，我们再次给出进场的建议，就是加仓是5%的加仓。那么目标位就是接下来在5月23日，目标位是193，依然是193。那么对于这样一个2次进场的仓位呢，止损位同样是181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前2个仓位。那第3个仓位呢，就是对于今天5月22日收盘之后，在188.87，说在这个位置是否还可以进场？我们说是可以进场的，在技术上，虽然在这儿出现了一个量缩，有可能会回档呢，但是目前的这个多头的这种气势是非常强的，那后续很可能会再次出现新高，所以在这个地方5月22日收盘价188.87附近可以5%进场，在这里我们就不叫强反弹了，我们叫做多进场，5%的仓位进场。那么在5月23日盘中收盘之后，我们要给出止损位，同样是在181。那么这个位置进场做多获利的目标位是193。实际上我们总结一下，这3个多头的仓位呢，目标位都是193获利的，然后止损位都在181。好，那在这里面我们解释一下193附近
和我们上方的第一个目标192基本是接近的。那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会是一个强压力。那这个强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来看，首先192是4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目前股价上涨要收复自4月12日以来的下跌。那么193呢，是这个连三红下跌架构的一个叫做 K 线组合。那么它们的实体部分的50%的成本线是在193附近，所以目前股价上涨到这个位置啊，它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动能。对，那么当然，如果要瓦解这个连三红啊，要站上它的连三红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02.69，实际上是200关口。那这个连三红50%的成本线也是一个强压力，所以我们说股价在5月23日盘中在到达192和193附近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地方会遇到压力，所以我们把这样几个多头的仓位，如果说想要获利，那目标位就是股价在5月23日如果到达193，就可以出场。当然这要取决于个人的自己的一个判断。好，当然也可以说我继续持有这个仓位，等待后续上涨继续加仓。好，这是我们对3个多头的操作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5月23日开盘之后的，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在189附近到上方的193，在这个区域都会有空头的进场，或者叫加仓。那他们的目标位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，实际上也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，是在181附近。这个位置进场目标是181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200关口，也就是说，从目前的股价一直到200关口，一直都会有空头进入，所以压力会越来越强。因为空头有可能会守整数关口，也就是200关口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我们前面描述的，是189到193，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00关口，然后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观察线185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185也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50%的成本线附近，对，所以它是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81到183，在这个区间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175附近。好，我们先给出这几个支撑，当然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69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5月23日股价走势的判断。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继续上涨。那继续上涨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如果是继续上涨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7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96。然后收盘
会收在185附近。这是我们说的上涨的第一个点位。那上涨的另外一个点位呢，就是说走势就是完全相同，也是高开或者跳空的高开盘。那如果股价在盘中最高不能够突破193，那么收盘价会在190附近。对，所以上涨，他们的条件是一样的，就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7的。对，那股价如果冲破了193，收盘价会在195；如果不能冲破193，收盘价会在190。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不可以低于187。好，这是我们说上涨的两个点位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那如果出现回档呢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9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82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3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8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5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